默人论。默人这个概念本是尼采用来与超人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在尼采看来，处于进化长链的人类，一种是比常人进化的更为高级的，具有非凡智慧和毅力的人，这就是超人；而另一种人则是在一般人之下的几乎未完成人的进化的平庸、猥琐、干枯、渺小、毫无创造力的人，这就是默人。在现代汉语中，默人这一概念大约是鲁迅先生创造的。鲁迅所译的《查罗杜斯德罗序言》第5节译文：我们发现了幸福了。默人说，而且瞎着眼，他们离开了那些地方，凡是难于生活的，因为人要些温暖。在鲁迅的著作中，默人这个概念出现了好几次。他对中国青少年素质的忧虑，就是担心他们在极其恶劣的人文环境中变成毫无人样的默人。他在由聋而哑的杂文中说，用鼻骨来养育青年是绝不会壮大的，将来的成就且要更渺小，那模样可看尼采所描述的默人。如果不是鲁迅，中国的现代汉语也许不会出现默人这样的概念。默人也就是最后的人的意思。前2年我读陈谷应先生所著的悲剧哲学家尼采，又把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序言重译，也就是直译为最后的人。但在汉语世界当中，最后的人这一概念虽准确，但很难与超人对应，而且很难成为一种包含着特殊内涵的重要概念。我相信默人没有违背尼采的原意。尼采的这篇序言中，通过一个理想的人查拉图斯特拉，宣布上帝的死亡，宣布超人的诞生，也宣布他最藐视的人乃是默人。他对群众宣布，我将告诉最值得蔑视的东西，那便是默人。他是这样描述默人的：什么是爱？什么是创造？什么是期望？什么是星球？默人眯着眼睛如此问。地球变得渺小了，而默人在地球上跳跃着，他使万物也变得渺小。他的人种如同跳蚤，繁衍不绝，默人跳得最长久。我们已经发现幸福，默人说，并且眨眨眼。在尼采的笔下，默人就是这种不懂得什么是爱，什么是创造，什么是期待，什么是星球的人。这是一些与追求伟大的人相反的安于渺小、没有知识的人。在尼采看来，只有以非常的毅力进行奋斗才有幸福，而沉醉于温柔之乡的幸福不是幸福。把追求伟大精神与追求个人幸福绝对对立起来的思想是否妥当，还可以争论，但他的默人的观念却很有意思。我在文中所采用的默人的概念，即是尼采的那种未完成人的进化的概念，又是经过鲁迅翻译并赋予其特殊意义的概念。它主要不是指那些追求个人幸福而不追求伟大的人，而是指人类当中那些精神素质退化到末端，精神世界几乎要枯竭的人。默人在中国古已有之，许多作家的笔下都描写过这种人，例如《水浒传》中的武大郎，《红楼梦》中的傻大姐就是默人。卖大饼的武大郎，打虎英雄武松的兄长，是大家所熟悉的。有意思的是，这对兄弟，一个英勇无比，类似超人，一个则矮如侏儒，正是默人。《水浒传》的作者介绍他们兄弟俩时，也无限感慨地说：看官听说，原来武大与武松是一母所生的2个。武松身长8尺，1貌堂堂，浑身上下有千百斤气力，不嫩的如何打得了猛虎？这武大郎身不满5尺，面目生得狰狞，头脑可笑。清河县人见他生得短矮，起他一个混名，叫做3尺丁骨树皮。武大郎是一个肉体和精神都发育不健全的人。清河县的那个大户人物对潘金莲记恨在心，就把她下嫁给这个身材短矮不会风流的人。这真是一种很特别又残酷的惩罚手段。但是武大郎是善良的，正如《水浒传》中说的，他无般不好，只是发育不到常人的水平。因此
摧残和害死这种无辜的人自然是一种罪恶。关于傻大姐，我最喜欢傻大姐一文中做出了介绍和评价。她同样也是一个无辜但也无知的人物，是精神和智力没有发育到常人水平的女子。她虽生得体肥而阔，但内里的精神世界却空空荡荡。她在大观园里玩耍，捡起了绣春囊，竟不知这是春叶儿，心下打量，还以为是2个妖精在打架。这正是尼采所说的那种不知道什么是爱的表现。这种人除了无争无害的活着，什么也不懂，什么知识什么期待也没有。这种墨人不是我国传统文化中那种君子小人之分的小人，小人在生理与智能上和常人一样，但品格卑鄙，人格渺小，其灵魂不是不跳跃，而是肮脏。而墨人则多半是愚昧善良，他们绝无干卑鄙勾当的能力，也没有确切意义上的人格，甚至没有什么性格可言。20世纪20年代，鲁迅发现中国乡村墨人大量存在，他的故乡就是一个半常人和半墨人的世界。他笔下的闰土、祥林嫂、华大栓父子、王胡、小弟等，都是一些精神呆滞和麻木的人，他们浑浑噩噩地活着，辛辛苦苦地忙着，但不知道什么是星球，什么是创造，什么是期待，什么是爱。他们只知道要活着，绝不知道为什么活着和怎么活着。到今天，我曾推荐过韩少功的《爸爸爸》，就是喜欢他在小说中创造了一个墨人的形象。这种墨人好像也会思维，但他的思维只会摆弓在爸爸爸与叉妈妈之间，是一种非常简陋的两极性思维。丙仔的家乡，从他的母亲到他的家乡几乎都是墨人，他们住在鸡头寨，只知道天底下还有一个鸡头寨，不是鸡头压到鸡尾，就是鸡尾压到鸡头，此外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了。如果再读李锐的小说《后土》，我们还会发现现在的山西高原乡村中到处也有这种精神干枯只会寻求一口饭的可怜人。这是一些被贫穷吸干了精神，吸干了灵性，吸干了希望的同胞，一些如尼采所说的只要有一点粗粮糊口就觉得我们的生活很幸福很温暖的人。鲁迅对墨人不是像尼采那样极端的蔑视，而是用同情的态度对待他们。他比同时代的思想家和作家更深地看到了墨人的状态乃是精神残缺症和精神干枯症，而且看到墨人已经遍布干枯的乡村并非传染到了年幼的孩子。他在54时期所做的论照相之类所感慨的我国儿童的照片与别国儿童的照片相比，缺乏活像，太多呆相和死相。1933年，鲁迅又做了一篇《上海儿童》，批评当时的儿童画，说画中人物大抵倘不是带着横暴冥顽的气味，甚至于流氓模样的过度的恶作剧的顽童，就是勾头耸肩低眉顺眼一副死板板的脸相的所谓的好孩子。我们试看别国的儿童像罢，英国沉着，德国豪横，俄国雄厚，法国漂亮，日本聪明，都没有一点中国似的哀悲气象。鲁迅自然不是崇洋媚外，只是为自己的民族担心。他深信儿童的情形便是将来的命运，儿童画中尽是墨人像，这个民族自然是一派墨人气象。鲁迅知道大量产生墨人和墨人像的孩子，不能怪墨人和将来成为墨人的孩子，首先应当怪的是社会，特别是要怪社会教育。社会缺乏足够的精神食粮，使得孩子的精神营养不足。鲁迅的救救孩子中的呐喊，其实包含着把孩子从精神贫困和心灵干枯中拯救出来，也就是把孩子从墨人的队伍中拯救出来。他在由聋而哑的这篇杂文中感慨，中国青少年的精神粮食实在太贫乏，太粗糙，太缺乏营养了。孩子们正在由聋而变哑，变成精神的聋哑人。这样下去，中华民族的精神素质就要退化，人种也会跟着退化。
对此，鲁迅实在难以忍受，他继续说道：“我们要掩住青年的耳朵，使之由聋而哑，哭和渺小成为默人，非弄到大家只能看到富家儿和小瘪三所卖的春宫，不肯罢手啊！甘为泥土的作者和译者的奋斗已到了万不可缓的时候，这就是竭力运输切实的精神粮食，放在青年的周围，以免将那些聋哑的制造者送回黑洞和猪门里面去。”这篇文章说明了一个道理，即默人的产生完全是因为营养不足，特别是精神养料的不足。也就是说，一个人的风貌，包括肉体风貌和精神风貌，与所吸收的东西关系极大。这种道理其实并不深奥，也无需多加证明。不过每次想到这里，我总是想起飞鸟界的天鹅。天鹅之美恐怕是无可争论的，而天鹅之所以美，是因为它总是能寻找一种精美的食物有关。孔夫子说的食不厌精，指的是精神粮食，绝对无可厚非。天鹅所食的就是极精美的薏苡，中国南方称作薏仁米。步风文钞中有一篇文章歌咏天鹅能够选择这种大自然中的精华为食，才成就其为天鹅。我国的正版乔之道情诗中也有南来一蚁图兴棒，七尺珊瑚只自残这样的句子。可见一蚁之贵重，天地造化之神秘，往往就隐含在这种细小的关节之中。天鹅竟然能够以采集大自然之精华为天性，然后造就自己的超群美貌，这不能不令人感叹。在飞鸟世界中，它的地位类似于人类世界中的超人，而类似于人类之默人的鸟种则是乌鸦，它们吃的大半是地上的糟粕，包括虫蛆与老鼠，而专吃死人肉的秃头鹰鹫更是面目可憎。这又与人类中的那些强悍的屠伯一样，吸收的是兽性文化，制造的也是兽性文化。鲁迅的这样一篇文章使我难忘。他还注意到社会上的确有一批聋哑制造者，也就是默人的制造者。人类社会不仅能制造伟大的天才，也能制造渺小的默人，制造的方法多得很。同样把一个孩子送入学校，如果这个孩子的精神世界的粮食大半是一些空话、套话、大话、废话，这种孩子怎能不成为废物？鲁迅的这段话批评聋哑的制造者，也就是默人的制造者。这种人往往特别能讲大话、空话，自称是革命家、爱国者与青少年的教导者，但是他们本身非常的贫乏，只是一些好唱高调而脑子里确实没什么东西的笼中人和套中人。可是他们偏偏以各种革命的名义拒绝新的知识，塑造新的默人。可惜现代中国不仅默人越来越多，而且默人的制造者也越来越得势。更可忧虑的是，由于社会媚俗风气愈演愈烈，各界领导人都不喜欢听批评话，而喜欢听媚话与奉承的话。而默人虽无智慧，却很听话；虽无气力，却也懂得拍马。这样，大量的傻大姐就可能成为接班人，未来的社会变成靠默人支撑。这种社会倘若有什么前景的话，那就是末日气象越来越浓。所以如何防止默人的大量出现，特别是防止默人成为社会主体，确实是一件严重的事情，不仅值得政治家注意，也值得教育家与所有关心中国前途的人注意。